他家客厅成了墓地，每天早上都会出现上万只死掉的蜜蜂，蜜蜂尸体能装满3个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还在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就算把纱窗打开，蜜蜂也不走，好像屋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它。主人也是惨被蜜蜂围攻，蛰得满头大包一到晚上更夸张，整个天花板都会震动，还会传出一种怪声没办法，晚上只能睡在卧室的帐篷里。然而邻居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，附近呢也没有养蜂场，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偏偏选择他家？他家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蜜蜂吗？真的奇怪第二天节目组再次上门，主人说今天死掉的蜜蜂很少，工作人员敲了敲天花板，里面也没有发出嗡嗡的声音，难道是一夜之间都死了？节目组用热像仪也没有检测到任何温度，决定打开天花板看看到底什么情况，找来了专业养蜂人，一打开就发现一个硕大的蜂巢，蜜蜂也都活着，还发现客厅出现的蜜蜂都是通过电线孔钻出来的。原来当蜂巢内部温度过高时，蜜蜂会扇动翅膀来通风，就会出现嗡嗡的声音。之所以现在蜜蜂安静下来，是因为天气降温了，它们一年只能生产出1个蜂巢，现在有6个蜂巢，说明它们已经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那没什么好说的，直接给蜜蜂搬家，最后还收获了17公斤的蜂蜜。主人说这就算6年的房租费了。然而下面村庄发生了更离奇的事，每到凌晨1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龙的叫声。村长说声音是从半年前开始的，每到凌晨1点就会准时响起，一直持续到早晨不戴耳塞根本没法睡觉，很多人受不了都搬走了。有村民认为是之前开山采石动了龙脉，而节目组却认为是锅炉的声音，但村长说自己早就检查过了，锅炉一切正常。节目组继续寻找声音来源，这时一个类似的声音传来，来到屋内才发现是缝纫机的声音，但声音非常小。缝纫机表示这个锅我不背，那难道是管道施工惹的祸？但施工队表示从来不会在凌晨施工。一时间关于声音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越来越灵异。又来到了凌晨，节目组全体动员，在村中各个角落寻找声音来源，还安装了声纳设备来监控。不一会儿声音准时响起，大家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，正是锅炉所在的位置。声纳设备也检测出声音就来自村长家的锅炉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村长还是不肯相信，明明自己检查过的。锅炉售后人员排查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，锅炉上一个电磁阀产生了滑动，导致了这种不寻常的声音。维修完毕，村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同样在凌晨出现诡异声音的还有下面这个公寓，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候是玻璃球掉地上的声音。声音是从5年前开始的，每天持续4个小时。声音出现时，整个房间都有回声，墙壁都会震动，很多人都无法安心睡觉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。有人干脆在外面租房住，物业也调查过原因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。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，又来到凌晨4点，敲门声再次响起，1小时过后又变成了玻璃球滚动的声音，声音竟然高达90分贝。要知道地铁站声音也才81分贝。工作人员发现用铁锤摩擦瓷砖产生的声音和玻璃球掉落的声音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，想找到这个人。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，但是1晚过去了，完全没有出现任何声音，连续几天声音都没再出现。其实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了，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谁就不好说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采访过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，这下都能安心睡觉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姐说自己有3只眼，把眼睛蒙上后还能读报纸，一番测试下来，完全正确。她还能蒙眼骑自行车，蒙眼做饭做家务，蒙眼抠糖饼也是小菜一碟，还上过节目，被50多家电台采访过。难道真的有特异功能？节目组决定换一种方式测试，先在角落里画好一些图形，然后让大姐照着再画一遍。她戴上自制的眼罩就开始了，结果真就正确的画了出来。等会儿眼罩是她自己准备的对吧？那会不会有什么猫腻？节目组决定现场制作一个眼罩，现在是完全密封的状态。那先来到计算题吧。这时大姐表现得很奇怪，她一直侧着头，她解释说要用一次的鼻孔感受数字，她不停地转头。节目组产生了怀疑，随后想到一个绝对不会作弊的方法，直接把黑色胶带贴在眼睛上，这样就没有任何缝隙了。那么好，测试继续。节目组拿着扑克牌问她点数和花色，大姐开始发功了。一番手舞足蹈后，她竟然连拿的是什么都猜不到。大姐却说要休息一下，说自己刚才能量用完了，需要恢复一下。节目组同意了，她不停地大口出气。节目组却发现胶带下面被吹出了一个缝隙，接着大姐表示可以开始了。为了防止她透过缝隙偷看，工作人员把扑克举了起来。大姐仰着头说你手上应该是个卡片吧。节目组要求她低下头继续猜花色，大姐却说你怎么这么多事，我能量又快用完了。工作人员偷偷扔掉扑克，比出数字3。这次大姐信誓旦旦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，5。
知道回答错误后，大姐行为举止变得很奇怪，说我的头好疼啊，今天能量用完了，明天再来吧。行吧，明天也不用来了，你这点小把戏没啥意思。其实她自制的眼罩也是有缝隙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异功能。不过她的肺活量是真不错哦，但是要论肺活量，下面这个大爷还没服过谁。66岁的大爷一口气就能把车胎吹爆，热水袋被他当成气球吹，一口气爆1个，每天都要吹爆100个，这都不算什么。现在他要挑战吹卡车轮胎，另一边是8个人轮流用气筒打气，大爷的轮胎肉眼可见的变大，5分钟计时结束，大爷吹的轮胎已经很鼓了，另一边用打气筒的轮胎却还是扁扁的。大爷不满足啊，他要继续挑战，让节目组在轮胎上放了一个架子，上面又站了20个小伙子，他要在负重的情况下把轮胎吹爆。大爷一阵猛吹，上升的感觉吗？咱们中国的轮胎质量属实不错，大爷吹了10分钟，硬是没吹爆。等人都下来后，轮胎嘚一下就变大了很多。这天，大爷想要挑战极限，吹挖掘机轮胎，这玩意儿可比卡车轮胎难吹啊！司机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只见大爷半蹲马步，一口接一口往里吹气，轮胎很快就有了起色。毕竟是挖掘机轮胎，吹到一半的时候最困难，吹了好几口也不见起色。周围人不停地给大爷加油打气，大爷摘下帽子擦了擦汗，体内的小宇宙正在爆发。接着额头青筋暴起，一阵猛吹，最终轮胎被大爷吹了起来。那他是怎样练成这项绝技的？原来30年前，大爷最喜欢的就是钓鱼，但是没船就没办法去湖中钓，他决定用轮胎代替船，但是没有打气筒，于是尝试用嘴吹气。这一吹不要紧，他吹出了新高度，没一会儿就把轮胎吹得硬邦邦，慢慢就变成了一种爱好。大爷说不会停止挑战，要再吹他个50年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许出现打气筒。大爷的嘴属实厉害，下面大叔的手上也有绝活，大叔一巴掌就能抓到10只苍蝇，一天徒手能抓1万只，抓过的苍蝇足足装了4大袋。菜市场的苍蝇见了他都吓尿了，只要他出手绝对不会落空，百发百中，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。摊位老板纷纷拍手叫好，旁边大叔看了也想试试，不过动作属实有点滑稽。工作时，一只苍蝇落在了桌子上，他慢慢靠近，苍蝇察觉不对立马就跑，但是太晚了，大叔一巴掌送走了他。仔细观察后发现天花板还有一只，迅速丢出乒乓球，一击致命。那他为啥痴迷于抓苍蝇？原来大叔是一家保洁公司老板，13年前和客户吃饭谈合作，大叔想让客户尝尝本地特色菜，结果菜里有一只苍蝇，客户愣住了，你们特色菜是苍蝇炒鸡蛋啊？就你这样还做保洁呢？客户当场愤然离去，大叔分分钟损失几百万，对苍蝇那是恨之入骨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训练自己的反应力，练习抓蝇龙抓手，对着树练习7伤拳，手背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就这样练出了100%空手抓苍蝇的绝技。1年时间内抓到的苍蝇装满了4大袋，还把苍蝇做成了标本，仔细研究。现在公司还推出了一项免费抓苍蝇的服务。哦，有苍蝇啊！只要一个电话，大叔就会带着员工上门免费抓苍蝇，即使灭蝇器也没有大叔徒手抓的多。不得不说，大叔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！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在这里娶老婆只需要3只鸟，新娘看到就会笑得合不拢嘴，心甘情愿跟你走。第一只鸟名叫鹤鸵，成年体重一般都在120斤以上。部落酋长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，鹤鸵自然就成了结婚用的食材。但鹤鸵异常凶猛，强有力的爪子甚至可以踢穿铁板，因此也叫做杀人鸟。即使最勇敢的猎人也害怕它的爪子，因此狩猎鹤鸵都是团队合作。一切安排妥当，狩猎就开始了。很快就发现了一只幼小的鹤鸵，猎人们悄悄逼近。鹤鸵的警惕性很高，必须确保一击致命，否则就有可能被愤怒的鹤鸵反杀。此时鹤鸵并没有意识到危机，但猎人早已摆好投掷姿势，找准时机狠狠投出长矛，长矛精准地刺中了鹤鸵，但力量稍微差了点。鹤鸵一瘸一拐的逃命，竟然挣脱掉了长矛，猎人们紧追不舍，最后在草丛中解决了它。一只幼小的鹤鸵并不能提供充足的食物，好在回去的路上呢，猎人还发现了一只成年鹤鸵，刚才射出的长矛已经让它受了重伤。根据树叶上的血迹，他们继续追踪，最终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体力不支的鹤鸵，轻轻松松被猎人拿下。这只成年鹤鸵重达120斤，足够整个部落吃上几天。婚礼食材算是解决了，接下来就要准备彩礼了。彩礼则需要一顶用天堂鸟羽毛制作的帽子。天堂鸟可遇不可求，因此能狩猎到这种鸟就代表有过人的智慧。他们已经找了好多天都没有找到，现在只能靠身为酋长的父亲出手了。酋长制作了一根4叉箭头，有点类似我们的霰弹枪，近距离攻击威力很大，非常适合猎杀天堂鸟。接下来就要用声音把它吸引过来。酋长用笛子模仿雌性天堂鸟的叫声，很快就吸引来了一只雄性天堂鸟。酋长拿着弓箭悄悄靠近，弓箭的射程很短，必须要尽可能的靠近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必须一击致命。
好在他成功了，这下儿子的彩礼有着落了。回到家就开始用羽毛制作头饰，儿子看着漂亮的羽毛，心里也乐开了花，终于可以娶老婆了。准备妥当就可以出发迎亲了。来到地方，大家开始手舞足蹈，姑娘笑得花枝乱颤。最终，儿子赢得了姑娘的芳心，两人牵手走进树林，迈进了婚姻的殿堂。